在习近平拿下了张又侠之后，换来川普连续3度表态，他说习近平是中国老大。甘姆亚先前被张又侠拿下的习家军前居委会副主席何卫东，居然传出了寻短过世消息，会是张又侠人马最后的大反扑吗？习近平稳了，台海都已经升温了，如果让习近平不稳，台海会不会更加不平静？好，俊章哥，张又侠落马这件事情在中国内部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外界看的是雾里看花，所以我只能从周边去探听到底有亚是不亚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川普他在搭飞机要出访的时候，空军1号上媒体就问他说：“张又侠落马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啊？”川普没有正面回应，他说：“就我了解。”中国就一个老大，这个老大就习近平，就是我现在正在跟他打交道的这个人，一连说了3次，为什么要说3次？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所以现在4月份，川普要去拜访中国了，要去访问中国了，所以现在看起来习近平的地位真的稳了吗？再来看到第2个来证明这件事情的部分，2月2号，也就今天，《解放军报》在头版连续3天，注意哦，是连续3天发表大篇的文章，里头写到说，我们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正立，这个主要是要把路上的这个拦路虎啊、绊脚石通通都给清除掉。对，看起来习近平感觉占了上风，对不对？所以不断的堆叠更多的线索，都在呼应川普连续3度说的，习近平现在真正中国的老大，政权、军权通通一把抓了。对，那当然。解放军报这个内容，我们待会还有更多的细节再讲给大家听。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看起来枪杆子好像都握在习近平手上了，对不对？所以《华尔街日报》看了会担心啊。为什么会担心？他说，因为习近平他就透过清洗这些高阶将领的部分，开始一步一步的把所有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这个凸显了一件事情，是从他2012年上任以来。对台湾统一的一个信心，到目前为止来到了最高。所以你看，中国国防部他说什么？他说台独武装在解放军面前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讲话讲得很凶。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你看解放军动作也很大哦，他罕见秀出自己的 muscle。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来看到这个是什么 ？PL-17，霹雳17，霹雳17是什么样的飞弹？高解析度的照片。传出来之后，就告诉你说，中国解放军的空军开始部署这霹雳17。这个霹雳17厉害在哪里呢？它是一个空对空超远程的一个飞弹，它的射程可以来到多少400公里。打这么远，你要打哪里？空对空，它不是直接对战机，它目标是什么？空中加油机、预警机。它是写给你美国看的，这个打美国打日本的嘛。换句话说，霹雳17为什么这一张清晰的照片会非常至关重要？它是神秘中的神秘。过去我们隐约知道有这一款飞弹给它研发出来，只闻其名不闻其影啊，这是不让你看，而且清清楚楚的，分明就是秀 muscle。拿下了张又侠之后，所有的东亚事务，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啊。因为你未来如果美国你要长期来驰援台湾，你要不要空中加油？要嘛。而且刚刚看到那个照片，他已经实际挂弹了，表示他不是想象，表示我现在已经研发出来，我已经可以实战了。所以告诉你美国，你到时候要远距离来的话，小心哦，我霹雳17把你空中加油机给打下来。所以习近平真的拿下了张又侠之后，解放军的所有的是张系的、习派的，最后都已经大一统，他稳了吗？修蛋姐嘞，所有的猫腻都藏在细节里啊！对，没错。为什么我刚刚一直不断讲到《解放军报》连续3天的这些长文里头到底藏有哪些猫腻？来，先带大家来看，2天前，也就是连续3天的第1天，解放军报》上面刊了将近1700字的长文，上头喊什么呢？让习主席放心啊，我们要清扫这些贪腐分子，让习主席放心。大家要知道。解放军向来都是呛啥话啥，好，就表示说，我就是让你习近平不放心，我才一直喊要你放心。所以，而且你看到他喊让习主席放心，什么时候需要如此的低声下气，这么的卑微？大家就配合一下啦，让他安心一下。好像一副你是团伙，你是帮派啊，好啦，做个面子给我一下。不，这件事情充满了猫腻，难道习近平的解放军还没有搞定？再来，你刚提到了。缺什么喊什么，你大声的嚷嚷要他放心，是习主席现在还有不放心的地方吗？你看之前张又侠落马这件事情，这么多军区只有2个军区有转发文章了，表示说，这2个军区或许比较听话，那还有其他军区不听话的，那该怎么办呢？那为什么现在，习近平没有办法把枪杆子抓在手上，就是因为2个原因，我们分析给大家听。第一个，人事动荡大嘛，对不对？刚刚讲到，从2012年以来，不断的清洗这种军官高层，已经有110名解放军高阶军官落马，这已经堪比文革，甚至比文革还要更夸张。你再放长一点来看。
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位置，可以看被习近平现在搞的是全中国最危险的一个工作，因为其1949年以来有9个副主席落马，其中就有2个就在习近平任内，包含张又侠，包含之前的何卫东，现在没人敢坐这个位置啊！为什么？人事的清洗，大家会觉得说我不服你习近平，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那个不服的背后，原来凿痕斑斑，今天超过你看2010到现在13年、14年的最大力道的清洗，人该抓都被你抓了，该重挫都被你重挫，就连现在仅次于习近平的张又侠，居然也是第2个军委会副主席被你拿下的，我就问。现在解放军内真的乖到如此就臣服了吗？还是好？我现在就趁着现在权力在动荡脆弱的时候，跟你鱼死网破呢？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意见不同嘛。到底要不要打台湾？对习近平来说，我攻打台湾，完成两岸统一是我历史定位，我个人的追求。对，但对共军来说不是，解放军不是这样想，因为解放军认为就是说，你只要打了，你看张又侠这种实战派，他很清楚，如果真的打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我这些军种的消耗是不是很重要？再来，现在基层血库严重缺血，你要是真的打了大量死伤，你血库没有血，你基层的解放军全部都没了。上个星期我们不是讲过吗？张又侠他是唯一打过实战的将领，在这个军委会里面，他说了。几十万个解放军的尸骨填进了台海，他们都摸不到台湾岛的边。换句话说，这个刹车皮被拿掉了。那现在习近平会不会反而躁动误判？是全世界在看的呀。所以现在这个解放军也非常的害怕。所以刚刚讲到，回到我们讲到1月31号这个1700多字这个长文里头有一句话，敏感中的敏感。为什么说里头竟然写到说啊，我们接下来要怎么重生呢？做到4个字，换羽重生。这4个字，你会觉得说换羽重生没什么了不起，就跟浴火重生一样嘛。对，但是你知道这个羽啊。这个习近平他的简体字就是一个半边的羽毛，而且甚至还传出说习近平曾经用白羽当做他的笔名。所以当你讲说你要换羽重生的这时候，是不是代表着你其实解放军里头有一股势力，你要把习近平换掉，才能够换得我们解放军能够重生，能够天下太平呢？所以你的说 ，Mega 在这个地方换羽要换掉习近平的意思吗？对，所以接下来有几个观察的重点，我们来引用这一个是台大的政治系教授他所说的。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用词本身就很敏感，你不会是一个官方会犯错的一个地方，所以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那你之前苗华跟何卫东在去年被弄掉的时候，看起来是张又侠动的手嘛？那你这2个人未来有没有机会平反，就会来看到习近平他到底是枪杆子稳不稳的这个关键。所以这是明居正老师要我们接下来要看的2个人，都是习家军重中之重，一个何卫东，一个苗华，他们能平反，代表习近平 hold 住了所有解放军。如果这2个人平反不了的话，那代表解放军的张又侠派抵抗的力道仍然是他 hold 不住的。对，所以你未来看这2个人的未来的走向，会是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办法掌控军事大权的一个原因。但是很遗憾的是，最近传出来说。何卫东他已经轻生死亡了，那这个东西是网络流传，但为什么大家觉得可信度很高呢？因为这个消息来源就是最早曝露出张又侠中箭落马的一个来源，所以他想说，那何卫东是不是真的已经离世了呢？那不管他是真轻生或者是被轻生，这件事情都代表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习近平连何卫东你都保护不了啊！这个是 mega 中的 mega， 一定是 N+1回的张又侠习近平的过招。第一回合，也就是习近平安插进去的习家军。居然何卫东你也敢动，硬是被张又侠给拉下来。对，第2回合是习近平处理掉张又侠，有仇报仇，张又侠除掉啦，应该没有后患啦。不，后面还有更多的张又侠们，他们如何进行第2回合的攻防？居然传出被死亡何卫东后面。是不是张又侠势力的反扑呢？所以对张派来讲啊，就变成说，你杀了一个我，但你弄掉一个我，你还有千万万个我。你要知道何卫东对习近平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他过去其实不过就只是一个东部军区的一个司令哦，默默无闻，不是中央委员，不是候补委员。但是在2022年20大，他突然嘣被拉上来了，到军委会当军副主席，而且甚至也进入到政治局。等于说，为什么会火箭式的提升，就是因为习近平信任他。你今天张又侠，你把我的事情给弄掉，那我现在把你给弄回来。但是如果何卫东我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表示说还有很多的张又侠们我控制不了。但是你要知道，习近平如果枪杆子稳，他要干大事，他要统一台湾；他不稳的话呢，他更要干大事啊，因为他必须要去转移焦点，让大家忘记我对解放军的这个没办法控制。所以你看。过去这几天，整个台海
安静到一个不行，安静到可怕。为什么这么说？过去我们常讲军机扰台，军机扰台，但你看2月1号到2月2号，也就是说过去这24小时没有半架军机。张又侠被拿下之后，没有反而安静了。对，没有半架军机，取而代之是什么呢？总共有6艘的共舰开始扰台。那习近平也知道，我没办法跟你正面火拼，死伤惨重。那接下来他要改变他的战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共舰来绕台，飞机不来了，怎么去解读下一步可能攻台的策略？大家还记得之前如果共建环台军演的时候，台湾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被封锁了，对，我们被掐生命线脖子截断了。对，所以这个天然气进不来，而甚至包含各种货物进不来，所以我们整个是属于被窒息式的状况。所以《华尔街时报》它讲说，习近平现在要把战略中心转往窒息战，什么意思？我通过海空来帮你封锁，所以你变成你各种需求你通通进不来，而且更可怕的是，观察到一个中国已经早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窒息战的意思说，我根本不用打一枪一弹，我让你直接脖子越掐越紧，越掐越紧，让你直接断气了。对，而且你要注意到，现在包含日媒他们就公布，在这一个台湾北部，就日中他们中间那个防线的部分，开始观察到2025年底有2000多艘中国籍渔船出现在这边，在干嘛呢？就像哥，你看这边是一个大型的一个 U 字，这些海上民兵，我用非常多艘的渔船，通通排在这边，我去筑成一个台海版的柏林围墙。大家看这个橘色的点点，每一个点点代表一艘的参与这个操演的渔船。它居然可以像是电脑动画一样，直接本来极散的，最后咚咚咚咚咚咚，变成了一个家民眼中的 U。他在演练什么？包围台湾吗？其实这个东西你大家光去想就好。你说一般海上捕鱼有可能排这个样子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这一定就是军方派的海上民兵，他排成这样，我讲都排成这种台海版的柏林围墙，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如果今天台海出事，台湾被封锁的时候，第一个。初期商船进不进得来？进不来嘛？你要怎么穿过这个那么密集的一个渔船中间？你进不来，所以变成你天然气进不来，你货物进不来，你的生活所需遇到问题。再来，如果真的开战了，你说美国或者是日本他们的军舰要进来的时候，会不会卡住？挡住啊！也卡住。所以这些不是军舰，可是比军舰更难处理。它达到了让你窒息断气，让所有的外援进不来台海，保护台湾的所有的目的了。对，这个都是后续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但是现在如果国防部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话，未来会非常的危险。那很有可能台湾就真的会被这个窒息战掐住脖子，没有办法翻身。今天是台股的黑色星期一，盘中一度的崩跌了将近700点，3天跌掉了1200点，已经回测月线了。而今天特别要关注的是，同一个时间，韩国股市甚至跌到了暂停交易，这是一个警讯吗？今天阮哥要为我们来解读。就像我觉得我们短线跟长线要把它分开看。对，我们先讲说短线为什么会这样大跌，我们再讲说长线的一个我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收盘是跌了将近1.4%，跌了439点，指数跌到31264点，盘中的最低点几乎要触及月线。对，所以但月线没有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而且它是有拉上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开始拉抬，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是。您刚刚讲700点左右，它确实是有往上拉了差不多200多点了哈，所以这是今天盘面不好的上面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我们先讲短线，那至于说为什么会跌这么重，因为整个亚洲股市全部都跌，不是只有台股，那就是一定有一个结构性的触发的因素被点燃了，没有错。好，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因素的触发，对，所点燃整个亚洲股市的抛盘。我们应该讲说这个短线的抛盘力量非常的大了哈。那其中最大的呢，还不是台股是韩国股市。就像你看，韩国股市可以跌到将近5%哦，很恐怖哦。对，这太可怕，跌到暂停交易。你看1.4%跟5%比起来是差很大。对，而且它盘中是有熔断过，也就是跌的实在太过分了太大了，所以盘中熔断拉上去之后呢，还是在往下掉。所以可见韩国股市的卖压比台股更大。为什么？因为韩国股市涨得比台股多嘛。涨多拉回好。那刚刚阮哥已经讲了，今天要来解这一个盘，最重要的是到底跌什么？那个结构性的触发，到底投资人的恐慌来自于哪里？对，其实我们不应该把金融市场视为是独立的。比如说美股是独立的市场吗？不是。欧股是不是独立市场？不是。台股也不是。就是流来流去的。对，所以我们常会讲所谓 domino effect 骨牌效应，因为金融市场它基本上是会传导的。乐观的时候，气氛会从美股传到欧股，欧股传到台股。那同样的。一旦市场出现恐慌气氛的时候，它一样会出现传导，我们叫做波动性传导。那现在就是出现这个波动性传导，所以短线上面我认为它不是跌
AI 的宏观不是叙事，基本面，对，不是基本面，所以大家先不要太担心说基本面在改变，基本面不会瞬间改变。好，没有基本面瞬间改变这种事情，宏观叙事也不会瞬间改变。那今年的宏观叙事跟基本面没有变，但短线上面为什么这样大跌？我的定义是波动性传导。什么样波动性传导？其实从上周末金银大跌，你就应该看出这样的一个波动性传导不对劲的味道了。你看黄金有这样跌的吗？没有，非常可怕。是金价居然可以从5600块钱一盎司的历史新高，一路灌到4600。非常可怕，这样的一跌掉1000块钱一盎司，好，所以这个金价的大跌呢，已经让市场瞠目结舌。那这样子2天金价这样大跌，俊相，你知道它灰飞烟灭多少资金吗？多少资金？5兆美元。天哪，5兆美元就不见了。你回来看这个水位在哪里？差不多就是去年的春天的水位，这一年都白努力了，全部跌完，今年以来的全部跌完，甚至去年第4季都被跌到。是，金价这样大跌。它其实已经跌掉一个辉达的市值了。我们都知道辉达是全世界最大股票、最大市值，它已经跌掉一个市值，这非常可怕。另外呢，你可以看到银价更恐怖，银价这一根黑棒居然可以跌掉30%。你有看到一个金融商品可以一天跌掉30%的吗？它就出现这样的狂跌，几乎刹不了车的这样下跌。好，那银价呢，它也出现了巨大的资产的减损。那俊相，你想看嘛？黄金、白银，如果他们是用期货操作，对，好。那在这个巨大减损下面，他们只有逃命嘛？对，哦，如果你是现货，也许还可以放。是，期货操作杠杆部位，你要逃命，甚至你要补仓，怎么补？卖股票来补。对，所以金融市场，我讲说，你不要看黄金、白银他们跌，觉得跟你无关。事实上，你没有，它都跟你有关。为什么？因为它的波动性会传导，就传到哪里？各位看到比特币，你看比特币也是大跳水，今年以来比特币已经跌掉10%了，是，跌掉10%。比特币呢，今天继续跌。哦，周末的时候，我们上周末6日，比特币继续跌。对，好，黄金跌完，白银跌完，比特币继续跌，因为周末黄金、白银的期货市场没开盘，全部卖压涌到比特币，比特币一路灌到多少？灌到了去年最高12万比特币，现在灌到了8万块美元都灌破，甚至7万块都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对，就这样一路灌下，你看到比特币是这样子灌下来，很恐怖。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假日，所以假日。所有金融商品休市的时候呢，所有的波动性全部灌到比特币上。对，大家卖比特币，可能去补仓别的，就变成是这样的状况。另外，铜也是一样，本来大家都不是很看好铜吗？铜价也开始受到波及而往下掉。那唯一一个现在没有被波及，甚至逆势往上升，俊相，你猜是什么？是什么呢？美元指数。美元指数，那美元指数如果越来越强的话，对台股的联动是什么？对，所以我要讲说。美元指数如果续强，要小心流动性的压力，钱会被抽走。对，因为美元就变成是所有的变现。我们卖掉了这个黄金、白银，你钱跑去哪里？对，你又跑去美元了。对，所以你要看到，如果美元继续升、继续强，你要小心这个卖压没有结束，这个波动性传导没有结束。是，所以美元指数会是一个后面非常关注的焦点。那台股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中短线上面面临了第一个，我刚刚讲说波动性传导，那台股已经算强了，它今天只有收盘还跌1%多，而且还有拉上来。对，好，那我们必须要讲台股还是算相对稳定的资产，好，必须要这样讲，因为你跟国际股市比，跟黄金、白银比，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呢，你还记得吗？过去几周我上您节目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长假风险，对，第二个什么乖离过大。我还记得俊相跟我讲说，阮哥，你的名字后面空一格打就是乖离2个字。现在大家就在看你怎么解这个盘呐。对啊，我还记得那次上一次上您节目，我还不是问你说要不要抱股过年，你直接就过年前就乖离过大。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有提醒大家是这样子的一个我过去认为说乖离过大要修正的风险，但我不知道它要什么时候修正啊。我们不是神仙，我也没有水晶球，但是就我而言，我看到了长假风险，我看到了乖离过大，对我而言就是减码。是，我们是纪律性操作的投资人或者是说呢投机人也无所谓，反正我的纪律性操作，我看到东西我就做我的动作。对，那现在目前修正下来，你看到日 K 线连3黑嘛，到今天日 K 线连3黑代表空方的势力渐起。那万一后面跌破月线，我会更警惕。对，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是季线的位置，那月线跟季线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对，也就是说向下它要一个很大的寻求下一个支撑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对，那我们要小心，如果月线守不住，是不是这个空间有被持续跌下去的可能性？那如果说买手股票的人压力就很大嘛。对，好，因为连续3个交易日下来，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继续跌，你会吓自己。事实上你不用吓自己，
我教大家判读一些重要指标。手上有货的啊。对，第一个。你去看一下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VIX， 对 ，VIX 现在目前呢处在一个相对上升盘整区。如果今天晚上它继续往上升，你要小心。那另外台股的 VIX 已经很明显在上升了。对，俊相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台股的 VIX 不管大盘涨或跌，它都是上升。是，它告诉你什么？它告诉你其实呢，不管涨跌，风险是持续在累积上去的。但很多人可能忽略这件事情。我是有观察到，这个 VIX 是持续上升的哦，又代表什么？代表就算是涨，其实市场的波动，未来隐含的波动是越来越大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台股的 VIX 继续在往上升，美股的 VIX 往上升的话，波动势必难免。所以我讲说关键的72小时，事实上从上周的周三、周四、周五，美国的周三、周四、周五，就台股在很兴奋那个创新高的那时候，事实上这个市场的整个变化已经酝酿在发生了。首先我们来看到周三是什么？美国的周三是什么？川普记者访问他说，美元最近很弱。川普说我不担心啊，他说美元会自然寻求合理的价位。哇，这个话一出，普通人听在耳里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呢，在交易室的交易员全部哗然。总统看扁美元了，弱势美元了，总统已经定调是弱势美元了。哇，所以所有的美元空单全部出来，美元空单哦，因为大家放空美元，然后呢去做多黄金跟白银。为什么？因为美元贬，相对美元低。美元走低，相对黄金白银上去，它是一个杠杆效应。结果呢，这个周三发生这个事情，周五发生什么事情？周四发生什么事情？美国财长贝森特马上出来强调强势美元，护盘了。对，他说我还是要秉持强势美元。对，他说呢，这个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请问财政部长会跟总统不同调吗？不可能。贝森特为川普唯命是从的人，怎么可能会去跟他唱反调？除非贝森特想要叛变了、造反了，不可能。可见这两个事情一定有关联性，它绝对不是独立事件，对不对？因为贝森特不可能去违逆川普的话，所以代表非常有可能是事先都已经套好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华许是务实的鹰派嘛，他非常讨厌什么 QE 这些东西哦，他也讨厌弱势美元，所以他又讨厌两件事情，这是他过去的这个有机可查的谈话也好，各方面也好，他讨厌弱势美元，他讨厌这个 QE， 就代表他是一个务实鹰派。好，那华许一被任命之后呢，整个经营崩盘，奇怪了，跟总统周三讲的完全不同步。所以你认为这三个东西是独立事件吗？我不认为它是独立事件，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配套事件。当然，我不敢讲说它后面是绝对阴谋论，我不能这样讲，我也没证据，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看到这些状况，让我不得不油然而生说，这两个人不可能跟川普是站对台的。好，那尤其是贝森特，怎么会是出现这样的剧本呢？这个华许当然是要上任，也是5月，可是眼前大家想到的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逆风跟变数之一。对，有货没货，今天都面临这个重灾区，就是记忆体。阮哥来告诉我们啊，记忆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投资人要怎么来应对啊？好，那这个是今天盘中，对，好，那收盘情况。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查，因为我今天做这个表格的时候在盘中抓。好，华邦电后来就跌停了哈，那包括群联也是见到跌停板，群联也是见到跌，盘中都跌8%、9%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好，那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记忆体会这样跌？哇，黄仁勋来不是讲说记忆体非常重要吗？缺货，你不是还在涨价吗？教主来都还继续替记忆体站台嘛？对，那尤其他讲说进入到这个推论时代，记忆体会变得更重要的地位，这是黄仁勋讲的。那为什么今天记忆体会狂崩？对。第一个原因涨太多了，您还记得吗？我在您节目第一次讲群联的时候才1000块，今天就算跌停，它还在2100之上，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现在要提款的人，他们如果是记忆体很低的买，他怎么闭着眼一波？对，俊相他怎么闭着眼睛卖都赚钱。是，所以你要提款，俊相，如果你手上有这么多股票，你要提款，你会先卖谁？先卖，我先入袋为安啊。因为你群联已经赚1倍了，你怎么卖都赚钱。对，所以你一定会先卖它。是。哦，而且卖它一张有200万可以拿回来，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套现很爽，第二个呢又是赚钱套现，这些都无关它的基本面，对，无关基本面。这个是手上有货的人，对吧？对。那手上没有货的人可以现在低头捡钻石吗？那今天晚上很关键，所以我给大家2个重要指标。今天晚上大家去看美股，看2档股票，美光上周五是跌将近5%，如果美光呢今天晚上美股它能止跌，止住，然后甚至能涨。
不用太担心记忆体明天的走势。另外呢，就是 SNDK 这档股票，它上周五一开盘，您知道它是涨多少吗？因为它发布财报非常好，它一开盘涨22%。哇好，但是因为美股大跌，对，所以它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所以它中场收盘涨了7%左右。所以从22%到7%其实差很多，对不对？对。但它毕竟还是涨，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角度非常陡。对。那 SanDisk 能不能继续往上走？这就是关键。如果这2档股票都稳住，我觉得记忆体呢，基本上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压力，不会是一个中长线行情叙事的改变。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